各位好，兴趣散的摄影师严总。那今天呢是我在东京的最后一天，想出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这3-4天完整使用 Sigma BF 所得到的一些想法。所以希望这部影片会对大家有帮助，因为我知道这台相机的热度有一点超乎我的想象。它的热度已经扩出相机圈了，就连一般人可能都会被推播到，尤其是喜欢 3C 的人都会被推播到，这东西太酷了吧，太漂亮了吧，它的外观怎么可以这么美，然后它的设计怎么可以这么的浪漫之类的，甚至我在 Threads 上面发的东西呢，也都算是还有点蛮炸裂的，就让我蛮意料之外的，就是一台新相机呢竟然有这么多的热度，然后也让我觉得哇，那 Sigma 呢真的是大成功，大成功。在我分享心得之前，我想先说一件事情，就是这次 Sigma 完全没有流出，他们在网络上的 rumor 呢，全部都是错的。我做自媒体到现在我频道开5年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到相机厂商完全没有被流出的，所以代表 Sigma 这次的保密呢是做得非常的好，而且也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把镜头给发出去，他们镜头呢是有发评测出去的，只是那边呢也都没有流出那 Sigma BF 呢更神奇更厉害，它完全没有发任何一台测试机出去。有拿到 BF 的人呢，全部呢都受 Sigma 邀请来到日本，这一趟的人呢才有机会有时间去真的测试到 BF 这台相机，所以这台相机的保密程度呢是相当之高啦。所以我其实蛮开心，就是现在有一家厂商在保密方面做得这么好，其他厂商可不可以加油一点？因为现在真的太容易爆雷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稍微聊一下说我这次的使用感受。那希望这部影片呢对你们会有帮助。那我们就现在讲第一点了。第一点呢就是说这台相机的外观感受到底怎么样？那说真的，它发表之后呢，算是有点见仁见智了。就是多数人是觉得这台相机很漂亮的，多数人是这么觉得，但是也有少部分人觉得说，你相机设计成这个样子，你要怎么用？大家应该看到有蛮多这种不一样的留言，但是其实正面的评价呢，明显是比负面呢还要再更多的。所以我觉得论造型上的话呢，这次绝对是表现优异的。它不太在乎你的手感，它就是要一台非常美丽的相机，然后让你觉得带出门有点骄傲的那种感觉的相机。所以外观上的话，我用这3-4天来说，我可以很认真的说，它的手感呢不好，这个是必定发生的，它手感一定是不好，因为它就没有握把嘛，没有握把你怎么可能手感会好，对不对？所以它的手感呢确实不好。但你会说到它非常难拍照吗？其实也还好，因为你的食指的话呢就是在上面，一般的话呢是这样子握，会在这里。它一般的握的情况下就长这个样子。其实单手呢是 hold 得住的，但说实话，单手这样拿会有一点担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会配上 I-Series 的镜头，就它的金属镜身的镜头。那金属镜身的镜头呢一定会比较重，所以你这样子拿着的时候呢，其实就我自己来说，我没有用背带，没有用手带的情况下，我几乎不太敢单手拿，我一定要双手拿会比较好。所以我会希望说之后如果出比较轻的镜头的话，那或许的整体使用体验呢会再好一点，就是你可以单手使用的更为的放心啊。那关于割不割手这件事情呢，其实说真的，你说它割吗？它割，但是它没有到割到会什么你用力碰会流血什么之类的。但它的倒角做得不错，它在右手手柄这里呢有做一个倒角，所以你握起来的时候呢，你大拇指的这一块肉这里呢其实是不会痛的，因为这边是有做倒角过去的。然后左下角也有做倒角，所以你在左手拿相机的时候呢，这边这个角也是不会刮到你的，所以倒角设计呢算是有为了手感而去妥协这个倒角设计啦。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就是说它背面的整体质感跟正面是一样的，然后甚至按键像是它这个是触控回馈的，然后下面有个实体按键，然后双萤幕的展示，然后大拇指这个手柄，这些地方呢都让你随时会觉得说我拿的是一台精品在路上，你可能就不会觉得说我今天在用什么相机，我很在乎什么对焦性能，我很在乎连拍什么，不太会。它会让你觉得你就是想拿着它拍照，它就会激起你这个欲望，真的很酷的一台相机。然后它整体设计逻辑，我觉得它确实这个选单是蛮适合单手使用的啦。但因为我刚刚有说过重量的关系，配上这个金属镜头的关系的话，其实你单手使用是有一点小危险的。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说它的这个操作界面
到底好不好用。那说实话，这个操作界面，我使用3天之后呢，我很习惯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小萤幕，这个小萤幕呢可以做到非常多的事情哦，像是你可以单纯调整色温，这一点很棒哎。你可以开着 A 模式叫 Auto ISO， 然后光圈用前面去做调整，这是我个人的习惯。然后有需要的情况下呢，就右手这边滑色温，你就可以这样及时调到你想要的色温。至少我今天在晚上的情况下呢，都是这样子去做拍摄，然后我觉得拍摄体验呢相当好，就是我有直出照片呢，在一些比较蓝色的地方，我可以利用色温呢，让人脸的肤色跟背景呢做出这个色温的区隔，所以看起来呢就会非常的有电影味。所以这个转盘的操作逻辑呢，我个人是蛮习惯的。它主要呢就是这个转盘按中间进去之后呢，可以调整非常多的东西。然后你点进每个地方的时候呢，它会再多出一个算是第2层的选单，像是我点进光圈的时候呢，上面就出现这个要不要开启这个曝光辅助，就是斑马纹或者是位色这样。然后还有这个像重点测光，你的测光模式嘛，然后要不要自动曝光锁定，这些都可以在第2层选单再去做调整。它的概念是这个样子。然后在右下角这个按键进去之后呢，也一样，就是我们可以调整一些，像是我们要不要隔线。像我自己的话呢，就习惯开3×3的隔线，我觉得在构图上呢还蛮有帮助的。然后这可以调萤幕亮度什么之类的。但我必须说一件事情，就是萤幕亮度我觉得不太够。白天的时候呢会有点看不太到，就大太阳的时候，所以萤幕亮度这一点确实是一个小缺点啦。然后平常使用的情况下呢，其实萤幕上呢什么都没有，它让你专注的构图，你只要看小萤幕就好。然后你用左键右键呢就可以切换这些东西，就是你要调整的每个选项，所以就左右这样设定。所以这个操作界面习惯之后呢，我个人觉得不会到不顺手，其实蛮顺手的。一般情况使用的话，我觉得这个操作界面呢我是可以接受，而且甚至我觉得很有创意。小萤幕在后面，这一点呢非常有创意。那第3个我很喜欢呢，就是它的色调多元。它色调呢，这次新增了2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色调，就是 Rich 还有 Calm。那这2个色调呢，其实一个就是比较丰富的色彩，然后我个人觉得带有一点日系感，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但对比度比较高一点。然后 Calm 的话呢，就是有一点日系味，但是呢，它的对比度呢会降低很多，饱和度也比较低一点。我觉得拍起来呢非常有清新淡雅的感觉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些照片呢，就是我使用这个 Calm 去做拍摄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很像在看一场日本电影的感觉？这次的新色调呢，我个人呢是蛮喜欢 Calm 这个色调的。那不知道大家看这些照片看起来的体验呢是怎么样？那如果这些照片你很喜欢的话呢，那我觉得你确实可以考虑 Sigma 相机，因为这算是 Sigma 相机独有的色彩风格哦。然后第2个我最喜欢的色彩风格呢，那不用说，那就是 Teal and Orange。这个色彩内建在里面呢，我觉得相当优异，就是我们随时都可以拍出有点电影味的照片。它的 Teal and Orange 拍起来的感受呢，也不会到，如果你有在剪片调色的话，你会知道有时候套用 Teal and Orange 上去的时候呢，可能颜色会有一点奇怪。但是它的 Teal and Orange 我觉得是好看的 Teal and Orange。它的 Orange 呢不是很淡的 Orange， 它的 Orange 呢是很橘的 Orange。然后蓝色的部分呢也还行，但是没有像 Orange 一样那么的重。所以我觉得这个 Teal and Orange 呢拿来拍摄人像呢，硬要说的话，我觉得蛮有那种欧美摄影的风格的。因为欧美摄影的话，还蛮喜欢这个橘色的呈现感受，就人脸的颜色啦。所以我觉得这个 Teal and Orange 拿来拍摄人像呢相当好看，然后甚至拿来拍摄街头的每一刻，也都很有电影味。所以我最喜欢的色彩呢就是这个 Teal and Orange 啦。那看完以上介绍呢，我们来聊一下我的整体使用心得，还有到底谁适合买这台相机哦。整体使用心得的话，就是我必须很认真的说，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台相机，非常喜欢。这个喜欢的程度会这么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很久没有见到一台就是变化这么大的相机。你看看 Sigma 以前做的相机跟现在差别有多少？Sigma 以前相机的造型呢，在 DP2Q 的时候呢，算是有突破，变得非常的好握，然后又非常的前卫，有点像外星科技的感觉。但在这之前呢 ，Sigma 相机的设计呢，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设计语言在里面。但这台相机呢，是完全突破了 Sigma 原本的样子，甚至突破了原本大家对相机的想法。它怎么可以把一台全面幅相机设计成这种样子？它就是一个摆着当装饰品也非常漂亮的一台相机，甚至很多人可能看不出来它是相机，
所以它算是游走在相机跟艺术品之间的一个产品。我知道我形容的有一点小小的浮夸，但确实它的设计呢真的是非常的前卫，这一点呢真的给 Sigma 一个很大的 respect。我觉得它非常的大胆，像很多人说的一样，就是它很像是 Apple 出的相机，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真的很 Apple， 整体外观设计简洁有力，加个 Apple 的标志呢，你也不会觉得它有哪里出问题。甚至 Sigma 非常的低调，正面完全没有它的 logo， 只有在背面呢小小用新的 Sigma 字体写了一个 Sigma， 所以这台相机呢完全是一个极简主义的相机。那到底谁应该购买这台相机呢？我想应该非常的清楚啦。想购买这台相机的人呢，应该就是你想要一台可以随身记录生活的相机，然后你想要一台直出颜色好看的相机，你想要一台你拿在路上会激起你创作灵感的相机，这台相机呢相当的适合你。那谁不适合这台相机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是在乎性能的人的话，那这台相机当然不适合你，因为这台相机的电池续航力，我前面没讲到，电池续航力的表现呢，其实我说认真的，我觉得它电池续航力还蛮需要加强的。但它的实际拍摄张数呢，我没办法给一个很确切的答案。保险起见的话呢，我觉得一天还是用到2颗电池会比较好一点。再来第二个缺点就是说它没有防手震，然后目前 L mount 呢，蛮多定焦镜头呢也都没有防手震，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必须说我的快门速度可能通常要维持在至少30或者是60。然后我自己的话呢，习惯都是60左右啦，因为我蛮喜欢水拍，然后甚至多数时候呢都是用100以上，所以没有防手震对我来说呢，确实是个遗憾。我相信呢，这台相机如果还有后代的话，应该会有更多功能加入。所以如果大家很喜欢这个造型，但是目前觉得还不需要购买的话，确实我觉得可以等它的下一代推出。但这不是100%确定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现在想买的话呢，还是可以先买起来放。缺点上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这台相机主打就是天天使用嘛。但我前面有讲过，目前配 iSeries 的镜头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机身呢，其实单手使用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吃力。如果你可以转接一些手动饼干镜的话，那我觉得这台相机单手使用呢会还蛮舒服的。然后它背带孔呢只有一个，这点来说呢也是算十分的可惜。我个人猜测啦，应该会有副厂已经开始开发一些 BF 的配件，让它有2个背带。但是有2个背带呢，又有点失去了 BF 原本的初衷，就是希望你单手使用。但其实我自己觉得 BF 这台相机毕竟并不是一台很好放进口袋的相机，配饼干镜可能可以，但是配一般镜头的话没办法。那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呢，我个人其实觉得还是有另一条背带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啦。第一台我们就让 Sigma 任性吧，任性成这个样子，推出一台这么好看的相机，非常尊敬这个厂商。那以上呢就是我的完整使用心得啦。总归来说呢，我超级喜欢这台相机，超级拿着它就有摄影的欲望，这是100%确定的，非常的喜欢。那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是兴趣上的摄影先走，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